咚咚咚咚，给你们带来一个惊喜，看到了没？我们家的盆栽开花了。这个叫盆栽，就是种在盆子里面的植物，叫盆栽。我们家的盆栽开花了，因为春天来了嘛，天暖了，所以我们家的盆栽开花了。看，漂亮吗？你喜欢吗？你们知道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吗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会在视频的结尾告诉你。这盆花呢，其实是15年前我们搬到这个新家的时候，朋友送的。因为在中国搬到新家叫乔迁之喜，乔迁新居嘛，我们搬迁到这个新的房子里面来，然后当时的朋友送给我们的，已经有15年了，开了2次花，是不是很幸运？还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前2天突然发现的，在阳台上，然后今天正好给大家看一下，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它是兰花的一种。兰花就是这种像草一样，但是它会开花。兰花，兰花呢，在中国被称为花中4君子，它是花中4君子之一。在中国有4种花中的君子。什么叫君子？你知道吗？君子就是孔子《论语》里面说的君子。君子也是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的一种人的品质。君子有哪些品质呢？君子有好学，喜欢学习。第二，有仁爱，就是说能够爱别人，对吧？不光爱自己，还要爱别人，仁爱。然后君子还能够不断的自省，自己反省，叫自省。反省就是说有错就改，这叫反省。还有什么？君子要有责任心，然后能够一直在进步。所以说花中4君子呢，就是具有君子的这些品格的这些花，中国人就喜欢这些花中4君子这4种花。具体是哪4种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很简单，叫梅、兰、竹、菊。梅兰竹菊，很顺口，对不对？跟着我一起读：梅、兰、竹、菊。梅花，第一个，梅花就是冬天开的梅花。梅花为什么是花中的君子呢？因为冬天嘛，很冷，冬天里你就只能看到一种花在外面开放，而且很漂亮，它就是梅花。所以梅花具有君子的不怕困难，然后又很优秀的一种品质。所以梅花是花中4君子之一。第二个就是兰花，梅兰竹菊，兰花，这个是兰花的一种啊，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名字，在视频最后再告诉你哦。兰花最早成为君子的花是因为孔子就喜欢兰花，孔子还把自己比喻成兰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古代，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孔子的时代，兰花是生活在那种深谷，很深的峡谷里面，山谷里面，然后没人理睬它，然后但是它又开得非常好看，所以孔子就把自己比喻成兰花，中国人也就开始喜欢兰花了。第3个是什么呢？第3个是竹子，就是那个竹林里面的那个竹子，熊猫喜欢吃的竹子。我们小区就有竹林，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竹子。竹子为什么叫君子之花呢？因为竹子它是长得很直嘛，很挺拔，挺拔就是很直挺挺的，不会很弯，就算有大风把它吹弯了，它又马上能够恢复到很直，就像人一样很正直。然后竹子还是节节高，一节一节一节的嘛，就说明它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进步。最后就是竹子还有很多的功用，它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全身都是宝。所以竹子
也是中国人喜欢的一种花，也是花中的君子之一。最后一种，第4个是菊花，梅兰竹菊。菊花为什么成为花中4君子呢？这跟中国另外一个诗人田园诗人。什么是田园诗人？田园诗人就是那种在古代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，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，不想去那种黑暗的官场上做官的那种诗人，叫田园诗人。他就去种田、种菜、种花嘛。陶渊明就是最出名的这一个，他相当于是菊花的代言人，因为他写了很出名的菊花的诗，所以菊花也成为中国的花中4君子之一。好，我们讲完了花中4君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花呢？我们看一下它的叶子，你看它的叶子是不是很翠绿翠绿的？像什么呢？这么宽大的一个叶片，像什么呢？我正好有一个道具，道具比较多，因为这是我家小朋友玩的。这是什么？青龙剑。这个青龙剑是干嘛的呢？剑是中国古代君子佩戴的一种配饰，戴在身上的，然后主要不是用来打架的啊，是一种装饰品，好看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是剑鞘，这个是剑鞘，这个是里面装的是剑，你看像不像这个花的这种兰花的叶片？然后中国古代的君子除了喜欢佩戴这种君子剑，还喜欢佩戴这种玉石在身上。你看这个青龙剑上也有一个小的假的玉石玩具嘛OK， 就是这种宝石，翠绿翠绿的，很透明、清澈透明的这种宝石，很好看。它的叶片是不是也像这种宝石一样？所以这个花就像兰花中的君子，君子中的君子。那你现在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吗？它就是叫君子兰，这个花叫君子兰。你答对了吗？如果没有答对也没有关系，希望这个好运今天能够带给你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学中文、学普通话，一起了解中国文化，也欢迎订阅。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